欢迎大家来到环华10年，感谢大家的共同陪伴，咱们一同走过了2021，现在已经来到了2022年了啊。但是掐指一算呢，咱们已经有好几天没有更新视频了啊，所以今天咱出来划个水啊，这水个视频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，是新疆伊犁州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座县城。为什么说它特别呢？据说这座县城当年在建造的时候，用了20头牛，围绕咱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这个圆离出了街道的主要轮廓。那这座城市呢，街道四通八达，环环相扣的。据说这个设计是完全解决了城市拥堵的问题。所以在这座城市，咱们是看不到固定的红绿灯的啊。但如果我们想要看清楚这个城市的特别之处呢，我们最好把视线飞向天空。没错，你看到的是一幅完整的太极八卦图。是谁这么厉害，居然把城市设计成这样啊？一开始我们找到的答案呢，也很迷惑。直到后来我们了解到这背后面的故事，一个全家老少11口人，儿子儿媳包括保镖佣人，一个7岁的孙子，一个5岁的孙女，一夜之间满门被仇家屠杀。而他生前设计的这座城市的人们，不远千里的跑到甘肃兰州那边，去为这些犯案的凶手们喊冤，请求当局重新处罚的这么一个故事。今天我们就以这座八卦城为起点，走进这座城市真正的设计者，也是解放前夕轰动一时的地方军阀，人称新疆王的盛世才家族灭门惨案。事情呢还要从上个世纪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开始说起。邱中俊生于1879年，祖籍呢是辽宁省的沈阳市。到了上个世纪初中国刚刚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，开始了军阀混战的时代。他眼看自己都快40岁了，还是一所普通小学的教员，而那些大字都不识几个的绿林草莽，一个个的都混成了统领一方的军阀。于是他辞掉学校的工作，投入到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下。相传张作霖小的时候只念过3个月的私塾，于是这个只比自己小4岁的学校教员被张保送到了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。这是邱中俊人生的第一次投机，凭着一番溜须拍马、阿谀奉承，总算走上了一条出头之路。在保定陆军军官学院毕业后，邱被安排到了第8混成旅郭松龄的手下当团长，但邱的为人和他的年纪早已不再适合带兵冲锋，于是他成天想着如何拉帮结派的继续往上爬。但此时的他呢，一无人脉，二无资源，与其指望遥不可及的张大帅，还不如抱好眼前的大腿跟自己的上级领导搞好关系。可他实在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参与博弈，只好将目光投向了自己2个年轻貌美的女儿身上。首先他让自己的女儿认郭松龄为干爹，跟自己的上级领导称兄道弟了起来。有一次他还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军官汪洪藻，他见此人的谈吐与见识大有发展，立马将自己的大女儿许配给了汪。后来他又经过领导郭松龄的牵线搭桥，将自己的2女儿嫁给了当时还是一个小年长的盛世才，而后者其实早有家室。1925年12月初，郭松龄起兵反叛张作霖，兵败被杀。作为郭手下的团长和女儿们的干爹，邱中俊仅仅是被罢免了部队的职务，赋闲在家。显然这是一次政治投机失败的后果。但很快他的另一项投资有了回报，他的2女婿盛世才在新疆当上了掌握军政大权的地方督办。所谓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作为盛世才的岳父，邱中俊与盛世才的弟弟立马经由西伯利亚铁路，从我国版图的东北角横跨4000多公里，跑到了西北角，当起了新疆王的国丈。来到新疆的第2年邱中俊就担任了伊犁屯垦使兼警备司令，成了新疆王盛世才手下的封疆大吏。1937年刚刚挂牌成立的特克斯县需要选址新建县城，邱中俊作为皇亲国戚跑到特克斯亲自勘察选址，并最终选定了这个背靠乌孙山、南临特克斯河、地势开阔、水草丰茂的地方。以一张太极八卦图为蓝本，用了20头牛沿着中间的这个八卦坛离出了8条射线，
奠定了这座八卦城基本的格局。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个风光一时的新疆2号人物，这座八卦城真正的缔造者，会仅仅在12年后，在自己的豪华公馆内赤身裸体的，头部被人砍了8斧头，颈部被人插入了尖刀，还不解恨，拔出来插入了腹部而亡。那一夜，邱家11口人落了个满门被杀的结局。仅剩下一个孙女和照顾她的女佣，因为生病住院才逃过了一劫哈。时间来到1944年的9月，在新疆经营了长达12年的军阀盛世才被老蒋调到了重庆，挂了个农林部长的职位。邱中俊眼见自己的女婿也是自己最大的后台没了实权，自己这些年在新疆作威作福，迫害各族群众，被人称为新疆第一滩，更残害了无数东北义勇军转入新疆的战士，可谓是仇敌无数。家族权力一旦落空，势必会遭到清算和报复。于是邱家人连夜逃离了新疆，跑到了甘肃兰州，建了个高墙大院，闭门不出。但那些要找盛世才报仇的人找不到盛世才本人，就把所有的仇怨都算到了这个老丈人，这个新疆曾经的2号人物头上。就像一群凶猛而残暴的猛兽，首领靠武力暂时压制了其他成员，表面上形成了一个团体。但当首领年老势弱，战斗力远不如从前时，那些曾经被他压制到敢怒而不敢言的手下，就会第一时间跳出来撕咬他。当盛世才这头猛兽倒下，他曾经的得力干将、骑兵少将师长蒋德玉、军事顾问屯垦委员会委员詹景之、时任兰州宪兵23团副团长的刘自立，甚至是邱家的保卫副官齐雨田，这些他们曾经轻易拿捏生死的人，会成为结束自己罪恶一生的利刃。邱家人大多数到死的那一刻也没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杀，这些人为什么毫不手软地将邱家满门灭口，还在墙上写下10年冤仇一夜平的血书。后来经过调查，人们才弄清楚他们之间的恩怨。作为盛世才手下的高级将领，蒋德玉和詹景之曾被盛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入大牢，险些丧命。而参与灭门惨案的刘自立，则是因为自己的弟弟在担任10警察局长期间，一家4口还有2个朋友被盛世才所杀。同案的刘玉山，则是因为其父担任呼图壁县长时被盛世才下令活活勒死。犯案的12人中，大部分都与盛世才及其家族有着不共戴天的血仇。邱氏父子作为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的帮凶，可谓是罪有应得。最可怜的莫过于邱家那几个才几岁大的孩子，小小年纪就被卷入到大人们的恩怨仇杀当中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。这就是新中国建立前夕轰动一时的邱宅大血案，也被称为民国盛世才家族灭门案。就在邱家被灭门后，新疆各界的反应可谓是欢呼雀跃，也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。新疆各界组织了36人的慰问英雄团，去到兰州慰问犯案的凶手，并请求当局对他们从轻发落，足见当时的人们对盛世才和邱家人的厌恶，以及他们为什么要极力淡忘这座八卦城真正的建造历史。八卦图本是古人观察自然万事万物运行规律的总结，邱中俊对这套理论颇有研究。常言道，水满则溢，月满则亏。当人走向恶贯满盈时，或许早就注定了这个惨烈的结局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在这个故事当中结束了。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、分享、订阅我的视频频道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